3、2。光在前方，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。夫人，睡得好吗？先生今天又有早会啊？近日南阳的货靠岸，所以格外忙些。乖，不害臊。我们是已婚，合法。走，谢谢。金虎帮与月会上海滩2大势力帮派，双方皆伤亡惨重。好了，夫人，你爱喝的甜粥。又是甜粥。今日晚宴，要不要陪我一起去？你不带我去，难道还要带别人去啊？我哪敢？那我让吴叔晚点去接你。让他到服装铺来接我吧，我就在赵太太看衣服。好，要乖哦。拜。太太，您的粥。你喝吧。不愧是全城最大的小金窝，随便一位服务生都会来接手。天天甜粥甜粥，腻都腻死了。中了，双份热。小泽，你简直是我再生父母。姨夫进来可好？还是老样子，他让你万事小心。出发。赵太太 ，Darling， 太感谢你替我约上了私人定制设计师。赵太太，举手之劳。赵太太，这边请。去吧。赵太太，楼上有一批我新定制的洋装，我去试一下。啊，好啊。好啊。二等家邹茂林今日50大寿，广邀各界名流，包好久不见。等等。不愧是全城最大的小金窝，随便一位服务生都很拿得出手。不愧是邹茂林请来的客人，果然不争气。爷，这边请。从前教你的枪法没忘记，上舞会杀死猎人。爸，我不希望你3天2头来打扰我平静的生活。只要你还是我的骨血，这辈子就平静不了。我这么大一摊生意，不还是得你接吗？我有我自己的生意，你妈留下的小作坊，起码很正当。正当的生意都不挣钱，成家立业了，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妻儿着想。别碰江离，他不知道我跟你的关系。我听说了，教书先生的女儿，小家碧玉，家世清白，我很满意。男人有软肋可不行。我才不像你。不，这是你最像我的地方。反正让你的人离江离远点。我是在帮你保护你的女人，我自己会保护。我听说你一直在找周家的人，你不想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从前教你的枪法没忘吧？
上舞会，杀个人，练练手。杀这个人可以，拿周宪的下落来换。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有人快！邹茂林，我帮你善后，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有人快我！哎呀，我的好兄弟老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邹老板，是谁？是谁把你杀了？邹老板，邹老板，愣着干嘛？快去找杀你们老大的凶手啊！快去！我的好兄弟啊！去接太太。你怎么来啦？想你了。请问江离在吗？你是？赵太太，不好意思啊，晚上不能陪你打麻将了。哎呦，沈先生来接你了，达令你好福气的喽，不像我家那个死鬼啊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好。你怎么来啦？想你了。光天化日的。那不是你说我们合法？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有人快我！怎么戴这么劣质的耳环？我觉得你最近太累了，而我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，就想着学着帮你省钱。练着就练纸吧。怎么，你是觉得我沈某养不起一个夫人？不必替我省钱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要几个？夫人，
你今天好美。你开车带我兜兜风，感受着微风的温柔。走吧。你脸上笑容洒下夜虚，你觉得我哪里虚啊？不如夫人同我回房间。夫人，睡得可好？过几天岳母大人生日，送什么礼物啊？岳母大人，我跟他提过我妈生日吗？真是撒谎太多，自己也不记得了。爸妈，不敢当。当你就当，但也别太当，尤其是在我丈夫沈石优面前，一定得给我注意分寸。所以我这个妈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啊？到时我陪你一起去。好。不会是明天吧？你明天有没有空啊？你有事啊？ bingo， 先排除明天。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那后天呢？后天？后天上午给岳母过完生日，下午还可以抽空。后天呢？不过，你究竟有什么事啊？是赵太太，她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，很厉害的，专门针对体虚的，所以我想带你去看看。体虚？你觉得我哪里虚啊？我怎么知？那这个问题，不如夫人同我回房间探讨探讨。我不要，你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传闻程正义有个私生子，这点心还有点分量。来，小旭敬岳父岳母一杯。多谢你们养育了李儿，我才能有幸将她娶回家。好说好说。爸年纪大了，旧病一发，不能喝酒。对啊，那您以茶代酒，小旭先干为敬。好，请。哎呀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你回来了，高兴，手上没注意。好，我陪妈去换衣服，你先陪爸吃饭。好。吃。那我们先吃。爸。义父有何消息？这是程正义的照片，通常他身边都跟了一大帮子人，难以下手。只有一个地方他带的手会少一些。什么地方？德昌饭店。传闻程正义有个私生子，是他早年间跟一位富家小姐生的，父子便常在德昌饭店碰面。私生子？他下次什么时候出现在德昌饭店？今日下午。这点心还有点分量。今日你旗袍耽美，就拿这10盒吧。妈总是担心我吃不够，怎么老是把我当小孩呢？走吧。走。您是关心这先生的身子吗？真要去看老中医？去，一定要去。一定要去，那位老中医很会针灸的。可是我听赵太太说，那个老中医自己尚且半瞎半聋，医术很难让人信服。一定要去，开车。就说这位老中医很会针灸吧。沈太太，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去找赵太太玩了，换个人玩。哦，听沈先生的。大夫，还需要多久？啥？你想走走？啊？哎呀，不行，扎着针不能走动的啊！
你去哪里？我想去取前段日子定做的海瑞斯洋装。让无叔去取。我很需要你在这里陪陪我，万一这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呢？扎个针而已，又死不了人。他这神色很好啊。您是关心这先生的肾是吧？您放心吧，他的肾挺好的，不会有那方面的问题的啊。女装不好麻烦无叔的，我自己去，万一不合适的话还能改一改。那你过路的时候注意安全。等一下，带点心去啊。给那边师傅们尝一尝嘛。咋啦？我找到了当年在周家带过倩倩的一位保姆，她或许知道。先生，程爷传话来，在德昌饭店等你。知道了。先生总是对程爷这般防备，其实这亲子间啊，哪有这么多恶意？你要是不放心，我陪您一起去。我自己去。你在此处等太太，说她回来看不到我，你就跟她说我临时有事，去公司了。你负责将她安全送回家。好。插个针而已，我死不了的。那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坐。你有话直说。从前呀，工作太忙，总是忽略了你和你妈妈。你小时候总埋怨没能陪你们好好吃顿饭。此举若是早上10年，我会十分感激。但是现在这么做，我只是觉得在浪费我时间。我找到了当年在周家带过倩倩的一位保姆，她或许知道倩倩现在在哪。保姆如今人在哪里？杀父之仇，你该还了。保姆如今人在哪里？重庆乡下，我已经派人去接了。那当年，你跟周伯父、邱金虎之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又要我接手月会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你卖命？怕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，还不是时候。换个话题，你说你这大费周章的寻找周倩，你们家江离知道了不会吃醋啊？江离真诚善良，心胸宽广，断不会吃这种无聊飞醋。再说我和周倩只是儿时情谊，我只不过想确认她是否还活着。好，先吃饭。正义，杀父之仇，你又惹了什么仇家？我的仇家，跟我吃过的饭一样多。不过，你下意识的保护为父，为父很欣慰。看这身影像个女人，你知道是谁？常有家人前进我熟人的身边做奸细，这位多半也是如此。奸细？石油知道你真实身份能怎么？他要敢瞧不起你，你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？我瞒他千辛万苦，不过是想来日等我亲手报了杀父之仇，还有望静书，只做沈石油的太子。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，我来吧。万事小心，什么都没有你的命重要。我得赶紧回去了。
沈世友还在等我。等等，我不懂，堂堂金虎帮大小姐为什么要过得偷偷摸摸？让沈世友知道你真实身份能怎么？他要敢瞧不起你，你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？你是不懂，我瞒得千辛万苦，不过是想来日等我亲手报了杀父之仇。还有汪静守，只做沈世友的太太。太太，先生临时有事先回公司去忙了，叫我留下送太太回家。那我一个人走走吧，反正也不着急回家。哎，太太，太太，那我让吴叔晚点去接你。让他到服装铺来接我吧，我就来赵太太看衣服。是赵太太，她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。那点进去啊？给那边师傅们尝一尝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原本没见着你不大开心，但是见着你又好了。是我的不是。下次夫人。怎么受伤了？我今天试的裙子太长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注意一点。所有努力全都是多余，带着遗憾和留恋吧，在各自世界。先休息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或许要错过你才是最后结局，当作是场游戏。我们的爱落幕了，心痛陌路了，不再熟悉了。他昨天非但没去公司，还偏向我去跟一个女人见面了，反了他了。人呢？太太。张妈，你觉不觉得先生最近有事瞒着我？昨日下午到今儿早上，先生都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怪吓人的。我还以为你们吵架了。所以沈石又没去公司。我擦桌子时候看到了半截儿，像是一个女人用的首饰。所以他昨天非但没去公司，还偏向我去跟一个女人见面了，还跟那个女人闹了矛盾，回来把气撒在我身上，反了他了。太太，你别生气。如果沈石有秘密，肯定和他是他。这是这个给你，你以后要是再走丢了，你就按一下，你妈妈看见亮了就会来找你。
他是。所以，沈石优就是陈正义的私生子。这时，怎么带这么劣质的耳环？先生临时有事，先回公司去吧。怎么受伤了？那天跟程正义对谈的是沈石优。全都跑了，他也要跑吗？你要调查的程正义的私生子其实是沈石。这是您3个月前为太太定制的结婚周年礼物。你去过江家了吗？没抓到人，对方已经撤了。全都跑了，他也要跑吗？金虎帮的人在到处找你，程毅让你这2天多加小心。先生，要不要把太太的事情汇报给程毅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只是想提醒您，太太是邱金虎的义女，金虎帮跟岳慧可是死敌呀，水火不兼容，对敌人手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！我知道，你先出去。哎。你要调查的程正义的私生子其实是沈石优。你知道了？15年前，觊觎大当家的位子，背叛我爸爸，杀害我父母的程正义，我却嫁给了他的儿子。给我一把剑。还是那句话，万事小心。你走后，这天还那么蓝。如果我那时能再抱紧一点，平静的海面翻涌着的想念，你听不听得见？我最怕这天。不老，我自己，你要我为你去死？酒里有毒，试试看。我来吧。不劳烦太太，我自己来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晚饭如此隆重。我怀疑你在外头有了个女人。张妈教我如何挽回你的心。就都哪跟哪。如果真的是有女人就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跟你大吵一架。沈石优，咱俩还没吵过架吧？没有。吵架好啊，吵架还能增进感情。我哭哭啼啼骂你变心，逼问你那狐狸精是谁？你爱他还是爱我？爱你。那片星河，我如今还记得，点燃了婉转的灯火。不管那你爱我吗？爱。可是我认为，爱的前提是相互坦诚。婚姻可以坦诚，爱不用坦诚。有时候为对方去死，那也是爱。你要我为你去死？酒里有毒，你试试看呢。你还真敢喝！夫人的话，
哪儿敢不从？如果你还认我这个丈夫的话，不是很想认。闭嘴！不喜欢洗碗，更不喜欢高跟鞋。我的莫奈，不用心疼，假话。难道不是你从拍卖会上买来送我的吗？说了你就信啊？我还不是为了替你省钱。想省钱，你倒也不必每天出去打牌。请问你迄今为止赢过一次吗？我输又怎样？你那么不满意，你早说呀！好，我说，你从接近我的第一天就是为了杀程正义。你明明知道我跟他的关系，却还是选择嫁给我，对吗？你就这么想我？不然呢？你说的对，我不但要杀你爸，我还要杀你。我说爱你没有一句是真的，我对你没有一丝感情。你闭嘴！沈之悠，你跟我玩真的？邱金虎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为他卖命到这种地步？甘愿做奸细，背叛我，伤害我，刀口舔血，到处杀人，也不愿意做沈太太。闭嘴！没人比我更懂被背叛的滋味，你没有资格跟我提背叛。难道你对我就是全心全意？表面装的一副温文尔雅、拿钢笔的父亲，背地里枪法倒是准狠。我枪法若是准狠，你这会儿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好啊，那你来试试，朝我开枪啊！反正你喜欢莫奈，都超过喜欢我。你胡说！我喜欢莫奈，是因为画是你送的，我喜欢的是梵高。你卧室里那幅梵高也是假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过于假了。我不戳穿你是怕你伤心，才不忍戳破你。你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？没有，我不喜欢丝袜，更不喜欢高跟鞋，也不喜欢你拉我的姿势。过分了！最后一句劝你收回去。我也不喜欢你的品味，你每次都买红玫瑰。现在嫌我俗气了。结婚之前追我那会儿，是谁说我率真可爱来着？明明是你先追的我。你先追的我。你先追的我。你先。我想念是掉下的雨，这风也飘向你，降落在你耳边，比喻想沉默表达自己多温柔。鸽子蛋，起开！是送你的，麻烦你跟我走。江离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沈之悠，起开！这什么东西啊？鸽子蛋，几克拉的？又不是送你的。快起来找！快！没事吧？其实我也不喜欢像什么外国音乐，就比如现在这个什么肖邦的。这是贝多芬的，谢谢。听都听不懂，所以不喜欢吧。我也不喜欢你穿蕾丝睡衣。太好了，我也不喜欢，还不是为了诱惑你上床。你其实我也不喜欢看报纸，我之前假装在看，是因为我义父会在上面给我留暗号。我就知道，邹茂林是你杀的。就那一天我在阅读会馆看到你穿黑色礼服，我看到你是那个男招待。你还说我还想说你呢。你说你身为一个有夫之妇，对一个男招待看那么久啊？沈太太，哎，我那个璀璨夺目的大钻戒呢？在哪里啊？哎，在哪儿啊？接着装，掩饰你心虚的事实是吧？你自己跟自己吃醋，你幼稚。还打吗？但这杯起太快，浪花跟上节拍，一起去看海。你打了。再再给你透露个消息，我在重庆这里。
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啊，亲爱的。注意你的身份，审票。我不会让你这行。这边是从重庆骗了带过周家倩倩的保姆，这个人举之类吗？注意你的身份，审票。你明明是重庆人，为什么会说上海话？现在该问的，应该是我要带你去哪里？为什么绑架你？这还用问？你不是想拿我做饵，钓程真义这条大鱼？既然你都知道，你就给我乖乖配合，不然我……所以为什么？因为我长辈是上海人。那你为什么要杀程真义啊？为了钱行。有没有更敷衍一点的答案？因为不满意婚姻现状，想杀掉公公获得人身自由。还是为了钱更有说服力？但是我不会让你这程真义。你这沈石佑，这儿怎么了？没事，跟夫人拌了几句嘴。这边是从重庆接了带过周家倩倩的保姆。这个人认识吗？这是倩倩。果然。你们是？我是倩倩的丈夫，你不必害怕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倩倩的过去，以免提起她的过往令她伤心。15年前，我带小姐玩耍，刚回来，便听到老爷和程爷大吵一架。当天晚上，老爷和秋爷被困金沙码头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最后，秋爷抱着昏迷的小姐跑回来，说老爷被程爷杀害了，他无力护主，让我赶紧带着小姐去重庆避祸。当时我赶紧就过去了。刚刚说我是江离的杀父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他想杀了你。脸色不太好，遇到问题了？问题不大，不过是从别人口中听到自己的妻子遇人不淑，嫁给了自己杀父仇人的儿子。那你有点惨。你刚刚说我是江离的杀父仇人，怎么回事？江离就是周倩。她是周子正的女儿。等等，说我杀了周子正，谁说的？邱金虎啊！放他娘的狗屁！你没有吗？我像是会背叛兄弟的人吗？像。反正江离现在就是这么认为。你不择手段，霸占他爸的位子，私吞他家的家产。他会因为此事跟你离婚吗？没有，他想杀了你。啊，那就好。你这个不讨女人喜欢的性子，随我，怕你很难再讨到其他媳妇儿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有。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我永远不会背叛周子正。那你为什么跟他决裂？没有决裂，我只是离开一阵子。谁让他拿枪指我？那江离还拿枪指着我呢，我生气了吗？好，那你帮我评评理。邱金虎没来之前，那周子正什么都听我的。邱金虎来了之后呢，周子正跟发了疯一样，非要跟着他去私仇燕虎。不是，我有错吗？没有错。谢谢，这是我听你说过最有孝心的一句话了。但你还是太年轻了，被人跟踪。我一个字也不信。你要想杀他，还用等到现在？要不来帮我，还不进来？你一个人来的，多危险！来，我看看。第一次跟儿媳妇见面，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，实在是你不礼貌。你姥姥不会也这么刻薄吧？我尽量不。孩子，刚刚我跟石油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周子正确实不是我杀的，你可以把枪放下，
陪我喝杯茶吗？我一个字也不信。邱金虎的一面之词你就信？信。他只不过是被邱金虎灌输了10几年的仇恨，一时调转不过来。不用你帮我找补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你儿子给你陪葬，就像当年你对我父母做的那样。所以说，你们这些小辈，光有个空架子就出来吓我。你要想杀他，不早就杀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要不我来帮你。让记忆沿着一片片潮汐留下泪滴，留在冰冷潮湿的沙滩上独自。哎呀，大意了，忘装子弹了。你哎，我老了，一定不会像他那么纠缠。那可说不准。那你陪我到老，真是的。我才不要跟你白头偕老。儿媳妇儿，现在能陪我好好聊天了吗？你出去，我单独跟他说。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面？有些事情，我也必须自己了解清楚。流浪的风一直很匆忙，不知哪里才算了。这些是你对我父亲亏欠的弥补。这些不是亏欠，是传承。这是周子正的遗物，以及我认为是他的，所以抢过来的东西。这里面还有月慧这些年所有的经营，我把它正式交给你了。这些是你对我父亲亏欠的弥补吗？你父亲的仇我已经报了。这些不是亏欠，是传承。您怎么了？你也要有命捡的，生病了为什么不说？邱金虎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小毛病而已。我要一睁眼能见到一个大孙子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那你也要有命捡的，生病了为什么不说？本来就是捡来的命，还回去而已。倩倩，你过来。你从重庆回来，可见着邱金虎了？因为邱金虎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是我杀的。他撺掇周子正私贩烟草，两人被困。邱金虎抱着年幼的你，要挟周子正，让他先走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邱金虎带着约会里的心腹叛出，成立了金虎帮，而我回来接手的约会已经风雨飘摇。我本是亏欠子正弄丢了你，现在你也找着了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我也可以下去见他了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小毛病而已。约会是我和你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传到你和室友手上，我也能放心。记住，带
但行好事，不问前程。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。星际闪耀光影后，陈正义，你的眼睛陈正义，陈正义，爸！始终无法给我们指引，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，星体洒下光影，点亮你的眼睛，像缤纷的梦境，我不愿苏醒，余生的光阴牵你手前行，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。一直以来给你传递消息的，你自己去解决。就凭你，也想帮我一起？邱金虎早已被杀，金虎帮掌居的另有其人。一直以来给你传递消息的是谁？我知道，我自己去解决。你在家等我。江离，回来吧。骗我这么久，开心吗？说实话，我后悔让你嫁给沈世优了。我后悔了，跟他离婚吧，我娶你。记忆里面漫天飞雪的周，就凭你，也想跟我抢女人？沈世优，给我上！终于再次盛开了，温柔灵魂的花朵陪着我。像是写的信，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，再出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。如果说几百个世纪出现了浪漫的开始，爱怎会甘愿停